美国的房地产市场进入了超长的持有期，屋主平均8.6年不挪窝。这种锁定效应还要持续多久呢？美国的房地产市场正在面临一场前所未有的流动性的挑战。根据最新的行业数据，截止2025年年底，美国的屋主平均持有房产的时间已经激增到8.6年，创下了自从2000年以来的最高纪录。与25年前平均持有房产4.2年的快节奏相比，当下的美国人正在倾向于长守自己的房产。专家指出，这种惜售现象背后的根源是严重的利率锁定效应。许多在2020年至2021年期间购房的屋主手握仅2%到3%的超低房贷的利率。高管指出，面对目前更高的市场利率，这些房主一旦换房，就意味着背负更沉重的财务负担，因此选择原地不动。这种心理直接导致了二手房供应陷入了极度的紧张，成为房价居高难下的核心推手。房产持有的时间在不同的地区呈现出显著的两极分化。持房的时间最长的地区集中在东北部老牌的都会区，比如麻省、巴恩斯特布尔，持有房产的时间均值14.1年，和康州的纽哈芬。相比之下，阳光带以及中西部地区则依然保持着较高的换手率，比如犹他州普诺佛的持房时间仅为6.9年。尽管现状看似僵化，但是破局的信号已经悄然出现。数据显示，全美国房价在去年的年底出现了2年多来的首次同比下跌，虽然降幅不足1%。金融机构的专家认为，随着未来几年利率环境的变化，尤其是持有指数型房贷的利率的屋主将面临着还款的压力。他们可能被迫地重返市场，从而释放宝贵的房源。此外，市场对5%区间的利率接受的程度正在提高，购房者的心态正在从观望转向适应。中国和美国房地产发展的模式有着本质的区别。中国依赖房地产体现在土地，地方靠出卖土地融资发展的模式，而美国房地产最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税收的来源，依赖房地产税收，把房地产作为支撑经济发展的最大税收来源之一，建立起完善的长效机制才是长久之计。换言之，房地产是收税神器，致力于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深度应用于美国房地产领域，为购房者、卖家与投资者提供一站式的专业服务。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，建立您的被动收入渠道。欢迎订阅。